这节课呢，我们要继续消化双曲线的定义。好了，换一个方式啊，消化双曲线的定义。我们看一看这道题呢，它是和我们高一上学期学过的这道题，它是和我们前几节学的知识有关。给了我曲线析的方程，那么是个备选答案。第一个呢，说它表示的是圆儿，第二个是表示焦点在 x 轴的椭圆儿，然后是焦点是 y 轴的，还有是的表示的双曲线。那这个怎么来判断呢？对于 A 来说，如果我们逐一的判断，对于 A， 如果它要表示圆儿，它要做到什么？它一定要做到，若它表示圆儿，那么就得做到 m 是等于 2m 加5的 ，m 还得是大于0的。2m 加5也得是大于0的，它俩相等乘过去 ，x 方加 y 方等于一个正数。可是呢，它们俩一相等 ，2m 移过来，负 m 等于5，m 等于负5，这就违背了 m 大于0。所以呢，显然它是不对的，它是不能够表达圆儿的。好，这是对于 A， 那么大家考虑一下 B， 如果它表示的是椭圆呢？如果表示椭圆儿，没有说焦点在哪个轴，那么只要它表示椭圆儿，分母呢不是 a 方就是 b 方，所以 m 大于0这是必须的。2m 加5大于0，这也是必须的，而且是 m 不等于 2m 加5的，它们俩必须有大小的分别，这是m 不等于 2m 加5，这个是不等式我们解出来的是 m 大于负的5/2，这个是大于0，这是负的5/2，这是0，又大于0又大于负的5/2，所以 m 必须得大于0。那么在 m 大于0的条件下， 2m 大于0，2m 加5，它就不是单单的大于0的问题了，它是大于52m 大于0，每一项都加5，2m 大于5，m 大于0，所以此时此刻呢，它们俩都是正的了，而且我还做到了 2m 加5，它比 m 大，它不相等 ，2m 加5大于 m， 它大它小，它们都是正的，谁下边的数大，焦点就在谁的轴上 ，y 下边的数大，焦点就在 y 轴。所以呢 ，B 和 C 我一下子就把它们俩都判断完了。它在 x 轴上，那不对，人家应该是焦点在 y 轴，所以 C 是正确的。就是考察你对定义的理解是不是深透。的我们再判断一下，对于这个是 C 我们也判断完了，对于的曲线析可以表示焦点在 y 轴上的双曲线。好，如果它要表示双曲线，若表示双曲线，可是你的连接号是加号啊，连接号双曲线的连接号务必的是减号，
回忆一下我们刚才学的，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是 x 方比 a 方减 y 方比 b 方等于1，焦点在 y 轴的双曲线是 y 方比 a 方减 x 方比 b 方等于1，a 方永远在前。x 和 y 谁在前边，谁的系数是正的，焦点就在谁的轴上。它是连接号加号，那你要表示双曲线怎么办？就得让它们俩一号，其中的负号提出来放在这儿。所以，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，x 方现在 m 和 2m 加5是正是负，我们不知道的。比如说 x 方比上2加上 y 方比上负3等于1，你看起来连接号是加号，但是由于呢 2m 加5是负的，那我就可以把这负号放在这儿，你看它变正的了。它是 b 方，它是 a 方，连接号是减号，焦点在 y 轴的双曲线。那么如果 x 方比负2加上 y 方比3，因为我们不知道 m 是不是正的呀，比如说它是负2，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y 方比3，负号挪到它前边，变成减去 x 方比2等于1，它就是双曲线。所以呢，它们俩必须得有一个是负的，谁是谁不知道。于是，如果你要表示双曲线 ，m 倍的 2m 加5就必须小于0。这是因为20不等式，20项系数是正的，做到了。一个根是负的5/2，一个根是0。观察不等号，使用口诀，叫做大于取两边，小于取中间。它是大于负的5/2，小于0的。只要你做到这一条，那么它就可以表示双曲线。但是这儿呢，让我判断的是，你不仅要表示双曲线，你还要表示焦点在 y 轴的双曲线。焦点在 y 轴的双曲线，说明 y 的开头吧，它的是这个样子的曲线吧，那就说明 m 小于0，它是负的，你看相当于这个，把它移过去 ，m 小于0，果然它是负的了，是这个样子的，把它转化成这种形式，恰好就是焦点在 y 轴的双曲线，因为 m 大于负的2/5，m 大于负的5/2，两边乘以2，2m 就大于负5，2m 加5它就大于0，所以的完全正确这是这道题。所以这道题选 B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一道题。4不过3，我们至少要通过三个问题，以及3个以上的问题，才能把某一个知识点消化掉。像这种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呢，我们就多做几个小题，把它消化透彻。大家看下一个题。下一个题，已知 k 是属于 R 的 ，k 大于负2小于3，是它表示双曲线的什么条件？这个在高一的时候呢，学充分条件、必要条件、重要条件的时候，好多同学就没有搞清楚这几个条件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所以今天呢，互相 A 能推出 B， 有我 A 说明 B 就足够了，我 A 就是 B 的充分条件。那么重要条件的是你推出我，你A 推出 B。也可以 ，B 反过来推，恰恰好好推出了 A， 互相能推的，这就是重要。现在难点就在于必要条件，尤其是必要不充分。那我就要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必要条件，什么是充分条件好理解，什么是这个必要条件。给大家举个例子再教大家判定的方法。
那么充分条件是有我必有你，是有我必有你。那么它是 A， 它是 B，A 就是 B 的充分条件，有我一定有你，有我说明你足够了，这就是充分条件。那什么叫必要条件呢？必要条件我们换一种说法，就是没有我一定没有你，没有我就一定没有你，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是它的必要条件这是从判别从道理上讲，没有我就没有你，我就是你的必要的条件。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这样的，老王在北京，举个例子，老王在北京，还有一个条件是老王在中国，他们俩什么关系啊？老王在北京一定能够推出老王在中国，有老王在北京充分的说明老王是在中国的，所以 A 完全能够推出 B，A 就是 B 的充分条件。那么 B 是 A 的什么条件呢？老王不在中国，你看没有我，一定没有你。老王不在中国，就一定能得到老王不在北京。我在中国，我不一定在北京，但是我不在中国，我就一定不能在北京。没有我就一定没有你，说明 B 是 A 的必要条件。没有老王在中国，一定就没有老王在北京，所以要保证你在北京，我是你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判断的方式。再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我用集合来表示你在北京，这是老王在中国， A 是 B 的增值极， A 就是 B 的充分条件，那么 B 就是 A 的必要条件所以在你懂得了道理的情况下，你再把它看成集合，看看两个集合是不是子集的关系，增值极的关系。A 是 B 的充分条件， B 就是 A 的必要条件。好了，那我们看一看吧。它给了我 A 的取值范围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它要表示双曲线，如果你要表示双曲线，那你就必须得做到啥呢？必须得做到因为连结号已经是减号了，2减 k 你得大于0吧，2加 k 你也得大于0吧，大小不确定在双曲线当中西老大，你下面不是 a 方就是 b 方，所以大小是不确定的。换句话说，它们俩相乘是大于0的我得各自大于0它们俩相乘大于0，那还有同时为负呢？同时为负也可以，这是第一种情况。如果2减 k 要小于0，同时2加 k 也小于0，它们俩就交换位置了。这就好像 x 方比上-2减去 y 方比上-3等于1，负号给它变加，然后呢变成 y 方比3减去 x 方比2等于1，它也是双曲线的方程，只不过呢刚才这个双曲线它是焦点在 y 轴的，所以要想让它表示双曲线，你分开讨论也可以。
如果不分开讨论呢，发现连节号已经是减号了，那么你只需要让2减 k 乘以2加 k 同号，同时为正，同时为负，它都是双曲线。如果你要给我特殊的要求，就是它交点在哪个轴，那我要分门别类的来讨论。如果你单单说它就表示双曲线的话，那么就只需要它们俩的极大于0，同号就可以了。它是120不等式 k 加2，没得说2减 k， 我要把它变成 k 减2，提出了一个负号乘到右边，不等号，改变方向。它是120不等式，你得做到第一句话3句话。第一句话2次项系数为正，第二句话求出2个根，看成方程求2个根标在数轴上。第3条呢，观察不等号，使用口诀，大于取两边，小于取中间。如果你要是双曲线，你就必须取这样的值。前面这个我看咱们俩谁的范围大？肯定是大于-2小于2，范围小，然后是大于-2小于3，范围大，它就相当于这个 A， 它就相当于这个 B。你说说 B 是 A 的啥条件？ B 是 A 的必要条件呢？所以它是必要不充分。那么这道题是和其他知识结合到一块儿。原来我们学这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难点。我在做这道题的时候，我把这个难点又强调了一下，希望我说的这么的清楚，从此以后必要条件你就会判断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做一道题，这道题呢是和生活的实际联系起来的一道题，看看这道题怎么办。他说前面的这些话都没有用，得到的图2，它外形是 O， 将它看成曲线的一部分双曲线的一部分，坐标轴分成8等分，这是一小段1份、2份、3份、4份、5、6、7、8，把它分成8等份。然后 AB 是等于 BC 的 ，AB 是这么小小的一段，它等于2，C 段也等于2，BC 是2，因为你是对称的嘛，这是1，这是1。A 段所在的直线是 X 轴，显然它就是 Y 轴，然后问我双曲线的方程。首先呢，它是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。因为它明确了 A 的所在的直线是 X 轴，既然是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，说明是 X 方开头 ，X 方的系数为正，都是 X 方开头。好，那我们再接着看，我怎么才能，既然是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 ，X 方比 A 方，标准方程是 X 方比 A 方加 Y 方比 B 方是等于1的。那这里边呢，我需要知道 A 和 B。A 和 B 我怎么才能够知道呢？ OC 是一个单位，所以呢，点C的坐标是1逗0。X 轴上的点纵坐标是0，点C在双曲线上，点C在双曲线上。X 轴上的点 Y 是0，所以我令 Y 等于0则这个0除以它依然是0，没有了。X 方比 A 方等于1， X 方等于 A 方 ，X 等于正负 A， 这儿有一个点，这儿有一个点，我就要这个 A。现在这个 X 是等于1的。所以我就把 A 求出来了 ，A 是等于1的 ，A 是等于1的 ，A 方依然等于1，X 方下边是1，所以
的和 C 都符合了 ，A 也符合了 ，B 我们就不要了。接下来我再继续做，那么这个方程已经化简成 x 方比1就不要了，减去啊，这是减啊，减去 y 方比上 b 是等于1的，我只需要求出 b 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当我走到一个地方进行不下去了，就2件事。第一，想老师说的话，老师说的话就是你思维的小路标。那么还有就是回去读题，看一看哪个已知还没用，或者用的还不充分。你不是8等分了吗？我总共这个圆周角是360度，那分成8份呢？4、8、32，5、8、40，所以这个点呢，我给它取个名字叫点 E 吧，连接 OE 这个圆心角。它就是45度。这个半径的长呢，这段是2，这段是1，显然半径的长等于3。点 E 的坐标我用 x、y 来表示，回到三角函数啊。任意的一个角，当然我这个是45度，你的正弦值就是你中边上那点 E 的纵坐标跟 OE 距离的比。sin 45度呢，它等于2/2，也就是根号1/2，所以我的纵坐标就等于根号2/3。同理呢 ，cos 45度三角函数的定义就是45度上中边那点 E 的横坐标跟 OE 距离的比。它呢也等于2/2，2/2其实就是根号1/2。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就是因为我想让它坐标变得简单一点儿，不然的话它就变成2/3倍的根号2，这数就有点大。所以横坐标 x 就等于根号2/3。那么点 E 的坐标就被我找到了。它是根号2/3到根号2/3，横纵坐标是一样的，因为它落在第一象限交分线上了。那么点 E 在哪里呀？点 E 在双曲线上啊，所以点 E 的坐标满足双曲线的方程，你把点 E 的坐标带进来就求出 b 方。你看我这么一做，它的这个带进去平方之后，数就稍微小一点儿，所以 x 方就是2/3减去 b 方分之2/3等于1，2/3减去2b 方分之3，把它移过去啊，把2/3移过去。左边就留下负的，除以 b 方乘以 b 方分之2b 方分之3等于1是2/2减2/3负的1/2，负号约掉了，2也约掉了 ，b 方分之3等于1，所以 b 方就等于3。于是呢，我们就求出双曲线的方程是 x 方减去3/y 方等于1。x 方减去3/y 方等于1。x 方，我们哪个数算错了吗？哦，这个数，这2个数都算错了。这个不是2/3啊，把它的坐标带到这里边，它是2/9减去。b 方分之带进去是2/9，它都要平方是等于1的，把它移过去，左边剩下2b 方分之9，右边呢是2/2减去2/9，负的2/7，负号约掉了，2也不要了，7倍的 b 方是等于9的。b 方是等于9/7的，所以呢，双曲线的方程是 x 方减去 y 方除以9/9等于1，化简一下，
除以9/9乘以9/7，9/7y 方等于1，显然 C 是正确的。好了，做到这儿呢，有关双曲线的定义以及它跟其他知识简单的集合，我们就可以了。下节课呢，我要开始给大家讲另一个新的问题新的知识点。好，下节课再见。